大家好，今天我们不聊虚的，我们直接来聊路子，聊聊未来我们自我增值的路子到底藏在哪里。本期的内容呢，主要分析东大15规划研究高盛对15规划的报告，还有解读胡润研究院发布的高净值家庭理财报告而来的。要知道，每次5年规划都代表着东大的未来趋势。如果你也能踩中其中的路线，那么各位早上、中午、半夜企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人。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前几天我看到了一份非常有意思的数据，真的让我心中咯噔一下子。大家都在喊市场难做，经济下行，但是华尔街的高盛悄悄搞了一个针对东大14-5的投资组合。这个组合呢，在过去的1年里回报率是多少？68%。你没有听错，是68%。同期 MSCI 东大指数涨了多少？只有30%。也就是说，高盛这个策略跑赢了大盘1倍还多啊！更夸张的是，它的波动比市场的平均水平要低，这简直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致富路线。所以，看似混沌的市场里仍然有一条清晰的增值路线。这条主线不是靠小道消息，不是靠内幕交易，就是靠一句话：跟着国家的路子走。这些内容都是干货我们为了跟上机遇，要搞清楚3件事。第一，国家的未来5年到底要往哪里走？第二，华尔街的投资者到底看好了哪些的公司和行业，为什么要选他们？第三，我们普通人没有千万资产，该怎么抄这份作业，才能保住本金的前提下分到一杯羹？先解决一个核心的认知问题吧。马上要到来的15规划，也就是26年到30年，国家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呢？高盛通过内部的 AI 工具分析了政策信号，提取了3个高频的关键词，请大家把这个3个词记在脑子里，因为它就是未来5年的财富密码。第一是现代化，第二是安全，第三是科技。很多朋友觉得5年规划不就是个文件吗？不就是喊口号吗？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可能就是大错特错了。高盛的大数据模型不只是分析了这次的规划，而是把过去几十年东大所有的文件都跑了遍。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东大过去历次5年规划里设定的目标，最终的执行率接近90%。这在世界的经济体里都是十分罕见的哦。在很多的国家，竞选承诺只是说说而已，而在东大，规划就是军令状。这意味着在东大投资，超额收益就藏在这些红头文件里。高盛做了一个非常硬核的回测，如果你买入那些政策得分较高的行业，同时避开或者做空那些政策得分较低的行业，你的年化收益额能达到13%。如果你这么做5年，你的收益会比那些反着干或者无视政策的人多出整整114%。所以投资东大第一条铁律就是不要和政策作对，要买入国家的计划。那么问题来了大家发现没有？过去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增长规模速度但是现在变喽。未来东大的经济不再单纯追求 GDP 有多高，而是追求这块 GDP 够不够硬，够不够安全。高盛预测未来几年东大的 GDP 增速大概会维持在 4.8 左右，这是一个慢牛格局。在这个格局下，以前那种闭眼买房、闭眼买大蓝筹躺赚的时代彻底结束了。未来的机遇是结构性的，是局部的。在这个逻辑下，高盛筛选出了50只股票，组成了所谓的15-5概念组合。很多人问了，这50只股票到底是谁呢？虽然高盛没有把完整名单贴在大街上，但是通过他们对行业的权重分配，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还原出他们的选股逻辑。这个组合呈现出一种很明显的哑铃型结构，在这个结构里藏了3个具体的高增长机会。机会1，硬科技和国产替代，这一块在高盛的组合里权重较高，大概占了30%到35%吧。这里的逻辑非常硬，就是安全。大家想一想，什么是国家最不安全的地方？是芯片，是高端制造，是工业软件。所以高盛选的不是那些做消费电子组装的公司，而是那些能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公司。举个具体的例子吧，在这个板块里高盛非常看好类似寒武纪或者中芯国际这样类型的企业。为什么呢？你可能会说英伟达的芯片比寒武纪的好为什么要买国产呢？这就是投资逻辑的差异。
在商业逻辑里，谁好买谁，但是在安全逻辑里，有没有比好不好更重要。只要美国还在制裁，只要技术封锁还在，国家资本就会不计成本的砸向这些半导体设备公司，砸向 AI 算力底座。这些公司的订单不是由市场情绪决定的，而是由国家的战略决定的，这就叫保底政策。再比如维尔股份，这里做传感器的公司，以前我们觉得传感器就是个零部件吧，但是现在它是汽车的眼睛，是机器人的眼睛，这就是产业现代化的具体落地。所以你要抄作业，第一个方向就是找那些国家必须有，但是现在还很弱的硬科技龙头。机会二呢，就是反内卷的出海巨头，这一块呢大概有15%了。在这背后的逻辑非常有意思，叫反内卷。大家知道国内现在太卷了，车企打价格战，电商打价格战，利润呢薄得跟刀片一样。但是呢，有一批公司，他们悄悄地把产品卖到了国外，而且卖得很贵。高盛的报告里特别提到了像潍柴动力这样的重装备公司，你可能觉得这不就是一个造发动机、造重卡的吗？多么传统的夕阳行业啊！错，在国内基建确实饱和了，但是在东南亚、在非洲、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基建才刚刚开始。东大的挖掘机、重卡甚至叉车，在那些地方就是降维打击。这些企业的财报非常的有意思，你会发现他们的海外业务的毛利率比国内业务高一大截，这就是高盛看好的出海公司。他们不仅仅在卖产品，他们还在用东大的供应链优势去收割全球的利润。除了重工呢，还有家电里的海尔、美的，他们早就不是东大的品牌了，他们是全球的品牌。这类公司的特点就是估值低、分红多且有外汇收入，在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背景下，这是一种变相的避险。听完高盛的进攻策略，你可能热血沸腾了，马上就想把钱投入到股市里。且慢，作为普通人，我们不能只听华尔街怎么说，我们还要看东大的富人群体，那些聪明钱他们实际上在怎么做。根据胡润发布的全新报告，东大现在净资产超过1000万的高净值家庭有200多万户，这群人是当下东大最敏感的资金方。我们把他们的数据筛选了一遍，发现一个非常扎心的事实啊，越有钱的人越胆小。这群千万富翁里，他们手里50%的钱都放在哪里呢？放在银行理财、保险和债券里。哪怕是职业炒股的富人，他们投入股市的比例平均也只有18%。这说明什么？说明富人的核心逻辑是保值，而不是赌博。他们追求的平均年化回报率是多少？14%。这个数字很有意思啊，它不是翻倍，但是它比普通银行的定存高太多了，而且极其稳定。那么富人现在的动向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变化，大家一定要听仔细了。报告显示呢，未来1年高净值家庭计划减持3样东西：银行理财、房产和债券。同时他们计划增持3样东西：保险、黄金和股票。这个信号就很明显咯，富人其实也在逃离房地产，房产作为曾经的财富发动机，现在已经熄火了。他们开始嫌弃银行理财收益太低，在降息周期里，存银行确实跑不赢通胀，甚至可能越存越少。富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风险资产和避险资产，特别是那些金领阶层，也就是年薪100万的高管们，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强，所以匹配股票的意愿更强烈。还有一个数据呢，就值得大家关注了：离岸资产配置。资产规模越大的家庭，配置离岸资产的比例越高。这不仅仅是为了收益啊，更是为了分散风险。如果你有条件呢，配置一部分和人民币资产相关性低的资产，比如美元或者全球的指数，是保护财富的一种手段。这和爱不爱国没有关系啊，这是资产配置的科学。好了，逻辑也讲了，参考也分析了，现在就把高盛的进攻策略和富人的防守策略结合起来，我们普通人呢应该怎么办？我为大家估摸着一套适合普通人的双轨制投资手册，不管你有10万还是100万，这个逻辑呢都还算适用。第一步，首先是筑底了，不要上来就全仓买股票，你要学那些高净值家庭，先把50%以上的钱放在核心资产里。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什么是核心资产呢？是国债，是定额的海外存单，或者是能在未来锁定长期收益的储存类型。这一部分的钱是为了保证你在任何极端条件下，哪怕失业了，哪怕股市崩了，你的生活质量不下降，这就是你的盾。
第二步呢，就是进攻了。在做好防守以后，剩下的这部分闲钱才是你用来博取超额收益的锚。这个时候你可以参考高盛的思路了，但是我不建议普通人直接去买股，因为像寒武纪、维尔股份这种科技股波动特别大，一天跌个10%，你可能心态就崩了。最聪明的办法是买 ETF， 你可以关注一下科创50 ETF 或者半导体的 ETF。买了这个呢，就等于买了一篮子东大最顶尖的科技公司，只要国家还在搞科技，这个篮子里的苹果即使烂了一两个，其他的也会长得很好哦。还有第三步就是心态管理了。高盛的报告里有一句话我非常的认同，就是万牛格局。大家要调整预期啊，未来几年很难再有那种闭眼买房1年翻倍的机会了，我们要习惯赚慢钱。你买那些 ETF 可能1个月都不涨，甚至还会跌一点，但是你要相信那个90%的规划执行率。所谓的买规划其实就是买国运。既然国家已经明牌了，要把资源砸向硬科技，要把重心转向内需服务，那资金一定会往这里流的，这是一种大势。在这个大势面前，短期的 K 线波动都是噪音啦。过去20年，普通人的红利是城镇化，所以买房就能赢。不管你懂不懂经济，只要买了房就能搭上电梯。但是现在电梯的坠落，时代的红利换赛道了。未来的红利属于那些能读懂国家战略，敢于在核心科技和优质资产上下注的人。这其实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是靠运气吧，以后就得靠认知了。高盛的报告给了我们一个进攻的方向，胡润的数据给了我们一个防守的底线，在底线之上顺势而为。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记得点个关注，我会持续追踪这些机构的动向，帮你看清迷雾，守住钱包。我是五人，我们下期再见。